那与此同时的管城大酒店，会喝酒以来都没有喝醉过的苏少主苏腾，破天荒的在那战印的婚礼上喝了个大醉。那酒啊，好喝呀！他身边有程沁陪着，他心情大好，就喝了不少的酒。当时喝着的时候，赞着是好酒啊，那酒后劲却大得很，他竟然喝醉了。睁开眼，觉得头痛，那苏腾又闭上了眼睛。他还没有睡够，睡够了，头不会这么痛的。很快呢，苏腾又睁开了眼，只因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里。他这是在哪里？不是在他苏家，也不是他自己的别墅里。他喝醉后没有被人捡尸吧？按理不可能。他是在战家的悠悠山庄喝喜酒，哪怕他喝得大醉，也没有人敢捡他的尸，除非想死。苏腾顾不得头痛，猛地自床上坐起来，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滑落，看到被子底下的自己衣衫完整，并没有被人扒光，他松口气。管城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他苏腾网披男人皮，实际上如同个太监的，想来不会有人想趁他醉扒光他，占他便宜。不过呢，他的外套被脱掉了。苏腾坐起来后也看清楚了房里的一切，他好像是在酒店里。他滑下床去，走到床前往下一望，便知道自己此刻身在管城大酒店，在战家的酒店。苏腾彻底放下心来，回身又倒回床上，揉着犯痛的太阳穴。咋这么痛呢？宿醉原来真会头痛呀，感觉头都要炸裂了一样，痛死人。手机响了哈，苏腾摸摸自己的裤兜，手机还揣在他的裤兜里，说明送他到酒店入住的人只是帮他脱了外套，就没有再动他，连他的手机都没有帮他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。此刻呢，清醒过来的苏腾猜到了那个送自己到酒店入住的人必定是程沁。程沁陪着他参加了这战印和海童的婚礼，由于他的提前叮嘱，大家只敢称呼他苏总，没有人叫他苏少主。程沁不知道啊，他昨晚见到的苏南啊，是他堂弟。在婚宴上呢，他和苏南都没有面对面过，他也只是在苏南的不远处，指着苏南告诉程沁，那就是战氏集团的苏总。程沁当时把苏南好一顿夸赞，夸得他差点打翻醋坛子了。幸好苏南已婚，沈小军都怀孕了，苏腾倒是不用担心什么。况且程沁只是欣赏强大的人，苏南在大家的眼里就是那种强大的人物，程沁会欣赏夸赞苏南是很正常的事呀。看到来电显示是程沁的，苏腾顿觉得头痛都轻了点儿。他很快就接听了程沁的来电。程小姐，苏先生你醒了，还是被我的电话吵醒的。我看你睡了挺久的，现在都快10点了，就打电话给你看看你醒了没有。程沁呢，没有喝酒，他是很早就醒来的，出门在外，醒来后无法去练功房练功，便早早到外面的街道上跑了很长一段路，才跑回酒店，又洗了个澡，才清清爽爽的到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用早餐。苏腾醉睡着呢，他就没有打扰苏腾，自己去餐厅吃早餐。那管城大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是管城所有酒店最好的，里面吃的喝的样式种类繁多，东南西北的人来了这里，就都能吃到自己家乡的味道。那程沁就特别喜欢在1楼的自助餐厅解决每天的3餐，带孩子来管城比赛，住在管城大酒店。吃了几天后，回到云城，隔天他就开始怀念管城大酒店自助餐厅的美食了。我刚醒来，发现自己在酒店里，就接到了程小姐的电话。苏腾感激地道：程小姐，昨晚是你送我回家的吧？麻烦你了，谢谢你，本该是我照顾你的，反而要你照顾我了。我不知道苏先生的家在哪里，只好带着苏先生来住酒店。苏先生不用说那些客气话的，苏先生带着我参加了战少的婚宴，让我吃到了天下间最好吃的美食，还见到了我很想见
很想认识的人。战大少奶奶不仅对我很温和，还给了我联系电话。她说以后有空就打电话给她，跟她聊聊天，她也是练武之人，就我们俩会有相同的话题。程沁对海童印象很好，觉得海童一点都不摆架子，平易近人，跟他聊了几句，特别聊得来。还有苏总特助的太太也很好。对了，苏总特助和苏腾就同姓苏呢。程沁还没有问苏腾和苏总特助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过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同姓苏，也不一定是一家人。苏腾笑了笑，说到战大少奶奶是平易近人啊，不摆大少奶奶的架子，你若是跟她聊得来，可以多点来往，不用害怕战少的。昨天他留意到程沁面对战印，这些久混商场的老油条时不敢说话，就可能是战印这些老油条鸡微甚久吧。我不是害怕，是觉得战少不好相处。不过无妨，我是和大少奶奶来往，又不是和战少打交道，战少再难相处，不踩到他的尾巴，拔他的老虎须，他应该也不会咬人的。苏腾扑哧的笑道，也是，你只要不踩战少的尾巴，不拔战少的老虎须，看在与我有几分交情的份上，他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只要你能和战大少奶奶他们几个处得来，你以后在管城几乎可以横着走了。就算跟海童处不来，成了他苏家的少主夫人，就程沁也可以横着走的。程沁想到海童介绍给他认识的沈小军、商小飞等人，在管城都是排得上名字的千金小姐。少奶奶他们的性格跟他也处得来，不会嫌弃他只是小武馆长的女儿，便笑道他们都很好相处。商小姐的性格特别对我的胃口，以前他不知道商小姐，只听说过战少夫妻俩的事。苏南啊，名声在外，他也听说过。这次跟着苏腾过来喝喜酒，他才认识的商小飞。苏腾说道，我们俩的性格很像，直爽。商小姐就是这样的性格，以后有空你们都可以常来往。程沁在他身边一整天，管城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程沁是他盘里的菜了，那程沁以后也是他苏家的少主夫人，与谁结交都有足够的资格。程沁笑道，我又不是经常过来。苏先生，你会头痛吗？要不要吃东西？他是吃饱喝足的了。痛呀，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喝醉，第一次尝到了宿醉后的头痛，感觉我的头都要被撕裂了一样，痛得恨不得把头都拧下来。苏腾说着话的同时，又抬头揉着泛痛的太阳穴，心里还在腹诽着战印准备的酒太好喝，把他们都喝醉了。战印给你们准备好酒，还要被你们埋怨了。他是新郎都没有醉，伴郎醉了，是苏腾酒量不佳，头痛的不想吃东西，不过又觉得好饿。苏腾这话说的带点可怜兮兮的味道，想得到程沁的心疼。程沁还不会心疼他，毕竟没有感情嘛。不过出于礼貌，他是要关心关心苏腾的。我去问问前台那里有没有蜂蜜，跟他们要点蜂蜜，冲杯蜂蜜水给苏先生喝，能缓解一下头痛的。实在不行，可以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点药。程沁说道，就算头痛难忍，也要吃点东西，总不能饿坏了胃。苏先生想吃什么早餐？我去外面帮你打包回来。现在这个点，自助餐厅的早餐估计就没有的吃了，一会儿人家都吃午餐了。苏腾连早餐都没有吃。谢谢程小姐，我就想吃点清淡的，麻烦程小姐了。程小姐吃过了吧？程沁笑道，我昨天滴酒未沾，没醉，今天很早就醒了，不过我每天都是早起的，平时在家里要早起练功，在这里没有练功房，我就去外面跑步，回来后就扎进了自助餐厅里吃早餐。不得不说，管城大酒店的自助餐厅深得我心。我每次空着肚子进去，要抱着肚子扶着墙出来。苏腾被他的话逗笑，一笑头更痛了，痛得他都抽了抽气。苏先生，你头很痛吧？
我马上去前台那里帮你问问有没有蜂蜜，没有的话，我到外面去买。你在房里先煲点开水，然后倒出来放在杯子里，盛了温开水才能冲蜂蜜喝的。好，麻烦程小姐了。客气了。程沁主动结束了通话，然后拿着手机和房卡下楼去。好在前台那里有蜂蜜，前台用一次性的杯子装了大半杯的蜂蜜，再用一个保鲜袋装着那一次性的杯子，然后拿过来递给程沁。谢谢。程沁接过了蜂蜜，转身就要走的，想到还要给苏腾打包早餐，便又转身将那大半杯的蜂蜜递给前台，请求着麻烦一下，能帮我把这杯蜂蜜送到308号房吗？我朋友他昨晚喝醉了，现在醒来头痛，让他冲杯蜂蜜水喝，缓解一下头痛吧。管城酒店昨天白天并没有对外营业，不过不代表没有人住在酒店里。外地过来参加婚礼的宾客，除了与战家私交特别好的人是住在悠悠山庄里，其他人都是住在管城大酒店的。苏腾给战印当伴郎，很多人是不知道苏腾就是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少主，但看到他给战印当伴郎，也能猜到他身份非富即贵。昨晚程沁带着醉醺醺的苏腾过来住酒店，酒店的人对他有印象，马上就给苏腾安排了一间房。不过程沁不知道酒店的人对他们有印象，他想5星级大酒店人进人出的，哪能记得住那么多人？前台爽快地答应了。程沁这才放心地出门去给苏腾打包早餐。苏腾说想吃点清淡的，他便去了一家早餐店，打包了1碗白粥，要了一点酸菜给苏腾配着白粥吃，就怕苏腾吃不饱，又打包了1笼蒸饺，然后拎着打包好的早餐回酒店。10几分钟后，程沁站在了苏腾的房间门口，拍着房门，苏先生，苏先生。苏腾很快过来给他开门。程沁站在房门口，边将打包回来的早餐递给他，边关心地问道：苏先生，我让前台先给你送来了蜂蜜，你冲了蜂蜜水喝吗？苏腾接过了他打包回来的早餐，又错开身子让程沁入内。程沁本来不想入内的，见他错开身子，又没有关门的意思，他又衣衫整齐，略一迟疑后，还是走进了他的房间。昨晚呢，都是他扶他回房休息的呢，还好他是打小就练武的人，力气大，才能晚扶他回房。换成普通的女孩子，还真扶不了苏腾，他最后连走路都走不了。没有人扶他，他整个人就会往地上躺去。就算有人扶他，就他整个人的重量也是往扶他的人身上靠去。所以扶他很费力气。开水才煲开，还很烫，等会儿再冲蜂蜜水喝吧。我饿死了，先吃早点东西。苏腾也是真的饿了，就他昨天喝的酒太多，没有怎么吃到饭菜，现在又过了用早餐的时间，不饿才怪呢。他在房里的那张电脑桌子前坐下来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装着早餐的袋子，把程沁帮他打包回来的早餐一一拿出来。白粥、酸菜、蒸饺，还真是简单清淡呀。说实话，苏腾没有吃过这么简单的早餐，平时吃惯了山珍海味、大鱼大肉的苏腾，倒是没有嫌弃程沁打包回来的早餐。人饿极的时候，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。再说了，偶尔换换口味也觉得不错。苏先生说想吃清淡点的，我就帮你打包了1碗白粥和1笼蒸饺。程沁在他的对面坐下，看到那杯在晾着的开水，他用手摸了摸，说道：还是有点烫啊。他端起了那杯开水，起身走开。不久后又端着那杯水回来，他将前台送来的那大半杯蜂蜜倒进了那杯温开水里，然后将杯子递到苏腾的面前，说道：你等会儿喝的时候，用勺子搅动一下就可以喝了。苏腾摸了摸水杯外面，温度适中。我刚才端着去了洗手盘，
放了点冷水在盘里，然后整杯水放进冷水里，这样凉得快。我在家里想喝水，嫌水太烫的时候就会这样弄。不过我妈一般都会帮我们提前晾好开水。知道我们回来就要喝水的，运动量大，他们是要喝很多水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。苏腾笑着，可能我平时很少喝开水吧。我没有这样弄过。他忽然有点明白战印和海童闪婚后为什么最后会沦陷了。战印是过上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接地气的生活，他一开始觉得新鲜也不适应，到了后面不仅适应了还贪恋，所以才会一直隐瞒着真实身份，骗着海童。苏腾想着他什么时候向程庆说清楚，总不能走战印的老路吧。海童那么好脾气的人，被枕边人欺骗了那么长时间，知道真相时都气得要和战印离婚，把战印吓得够呛的，都做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事情。程庆爱憎分明，看似大大咧咧，不爱计较的样子，真踩了他的尾巴。生气之下的他能连屋子都摧毁。欺骗呢，是不可取的。战家后面的那几位爷在追妻时，就不敢像战印那样隐瞒身份了，都是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怕像战印那样。苏先生，程庆见苏腾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眼睛都不眨的，不解地叫喊着他。苏腾回过神来，刚刚想事情想得入了迷。苏腾不好意思地说道。程庆八卦地问，苏先生想什么了？想得那么入迷？他连续叫了他好几声，他都没有反应。他差点就要伸手过去拍他一下了，换成是他哥哥或者武馆里的其他教练们这样子，他保证一巴掌拍过去。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，程小姐，如果有个人欺骗了你，骗你的时间还挺长的，不过对他来说他是有苦衷的，那你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原谅他？不管有什么苦衷，骗人就是不对的。谁都不想被人骗，还骗很长时间，知道真相不得被气死。他真要骗，就骗一辈子，不要让对方知道真相。要让对方知道真相呢，就从一开始就不要骗啊。程庆对苏腾说道，苏先生，你可得好好的劝劝你的朋友，如果不打算骗一辈子的，还是趁早向被他骗的人坦诚一切，争取得到对方的原谅。苏腾笑了笑说道，也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跟我朋友说的。他这样试探一下，知道了程庆的底线。等过2天他送程庆回云城后，就向程庆坦诚一切吧。只是坦诚后，他怕是不能再进程家武馆了。虽然他进程家武馆并非真的要学武，他一身拳脚功夫应该和程庆不分上下，两个人没有交过手，暂时不知道谁高谁低。他那天晚上看到程庆出手时，猜测两人功夫在不分伯仲之间的，不进程家武馆，他就不能走进水楼台先得月的路线了。想到程庆说的话，苏腾想着，不能走捷径就不走吧，不能骗了程庆，万一以后他知道真相，气得要离开他，他可能也会像战印当初那样发疯，把程庆软禁起来。像程庆说的，要骗就骗一辈子，不要让对方知道，否则就要早点坦诚。争取对方的原谅，不要一错再错呀。他不可能骗程庆一辈子的呀，毕竟他还要打理着苏家的生意。程庆以后嫁给他，也要跟他的族人相处，这哪里瞒得了一辈子呀？程庆八卦地问，苏先生，那你那个朋友骗的人是他喜欢的人吗？那还是只骗了兄弟朋友，骗了他一见钟情的女人，就是感情上的事，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向我倾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骗对方，只要是怕对方知道他的生活里容易遇到危险，吓退女方。感情上的事，最好还是不要欺骗。我虽然现在感情也是一片的空白，但我觉得吧，如果我的男朋友欺骗了我，我绝对会把他揍得落花流水，
再一脚踹了他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苏藤吓了一跳，程庆比海童还要心狠呀。他咽下了嘴里的那只蒸饺后，说道：“老死不相往来，这么严重？他待我不真诚，欺骗我，我哪敢和这种人过一辈子？谁能保证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他不会欺骗我？不是说感情要真挚，婚姻要真诚吗？反正我是不能容忍我的男朋友欺骗我的。”程庆说道：“从小事看人品，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我托付终身。”说完后，他又自嘲地笑道：“我妈要是在场听到我的话，保证又要骂我一顿的了。怪我那样较真，才会24岁了，就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我就是这样的态度，不能真诚待我的。我宁愿单身一辈子，也不想嫁个随时会骗我的虚伪之人。”苏藤听得手心都冒出冷汗来。还好他现在问了一下程庆，知道了他对欺骗的容忍度。他们俩现在也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未涉及到感情欺骗的问题。早点让程庆知道他是苏家少主的身份，两个人在当一段时间的普通朋友后，他再对程庆展开正式的追求吧。以后他都不敢骗程庆。苏先生，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战少呀？战少当初和大少奶奶闪婚，不就是欺骗了大少奶奶吗？程庆求证着。苏藤若无其事地笑着，不是他，不过他当初也的确是骗了海童。海童知道被他骗了那么长时间，气疯了，夫妻俩差点圆不回来。是我另一个朋友，他也快要走上战少的老路了。程庆说道：“你那个朋友不知道战少的事，有前车之鉴呢，他还要走战少的老路啊。”苏藤也是，改天我就好好的劝劝我朋友，让他一定要真诚相待，不要再骗下去。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都不能骗人呀，是吧？角色调换，换成我们被人骗了，也是会很生气的。有些人很容易就会放下，原谅欺骗他的人。有些人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，被骗了一次，不仅以后都不会相信那个人，还会因此就断绝来往都有可能的。程庆恩着，就是这个理。反正我就是无法容忍别人骗我，特别是男朋友，奔着结婚去的男朋友，那以后成了枕边人，哪能安心啊？枕边人骗你，那真能要你的命，要了你的命，你都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呢。苏藤细想了想，点头认同了程庆的说法。他说道：“若是真的喜欢，的确是要做到坦诚相待。”程小姐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的跟我朋友聊一聊的。让他不要再隐瞒下去。程庆笑道：“苏先生不用感谢我，我只是说了我的观点而已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觉得不该骗人，别人不是这样想的。有些人就是习惯活在谎言之中，你可以跟你朋友谈一谈，他听你的就听，不听，你也不必再说下去。我们是叫不醒装睡的人。”苏藤颇是尴尬，就等他向程庆坦诚的时候，就不知道程庆会怎么看他。他得安排一下，让程庆是很自然的情况下知道他的另一重身份，然后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释了。吃完了程庆打包回来的早餐后，就又喝了一杯蜂蜜水。苏藤觉得稍微好一点了。程庆问他：“苏先生需要继续休息吗？临近中午了，不睡了，出去走一走。饭后再午休，现在我的头没有那么痛了。”程庆说道：“那咱们去逛街，我答应了孩子们，回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带点小礼物的。”那班画骨龙就知道要礼物，他嘴里说着孩子们是画骨龙，语气里尽是宠溺。那对于他的学生们呢，他其实宠着呢。好，苏藤没有意见，他就巴不得能和程庆一起逛街。于是很少逛街的苏藤陪着程庆在酒店附近的街道闲逛。两个人没有开车啊，不行的。走了没多远呢，就听到有人喊抢劫了，抢劫了。听到有人叫喊，苏藤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这年头居然还有人敢当街抢动的，不知道到处都是监控吗？就算抢劫成功，只要人家一报警，抢劫犯是跑不掉的，早晚都得落入法网。两个人循声看去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抓着一个包，正在拼命地奔跑，后面有一个女人边追边大声叫喊，想得到大家的帮忙。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，跑不快，还容易扭到脚。下一刻，她还真的扭到了脚，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。程沁当即就撇下了苏腾，向那个抢劫犯迎面跑过去。他快走近时，突然加快脚步，快跑几步，然后飞起一脚踢向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避开了程沁的一脚，怒视着程沁，见是个女人，他不怎么放在心上，也朝程沁踢出一脚。程沁也是一脚踢出，两个人互踢上，那个男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程沁又是一脚踢出，并且伸手去抢夺他手里的那个包。找死！男人抢劫了，本就心慌，冷不丁的遇到了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，他顿时大怒，交了一下手后，发现程沁会拳脚功夫，他竟然拔出了一把尖刀，就朝程沁刺来。程沁头一偏，那锋利的尖刀从他的面前擦过，差点就划花他的脸。那男人手腕一抖，尖刀杀了个回马枪，那往程沁的脖子划去。冷不丁一只大手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，迅速地抓住了他的手，一用力，他发出一声惨叫，接着手里的尖刀掉落在地上，紧接着他又挨了一脚，被踹得痛死了，但又无法后退，因为那只大手还紧扣着他的手腕。苏胖一个旋身转到了抢劫犯的后背，一脚踢向对方的后腿，那人只觉得后腿生痛，不由自主就扑跪在地上，而他被扣住的手腕随即也被苏腾反剪在后面。他在欺身上前，把抢劫犯倒在地上，脸贴在地面上狠狠地摩擦一番，抢劫犯的脸都被摩擦出血，痛得他直叫喊快打110，救命呀，报警啊，快报警。苏腾呵呵地笑，对，是要打110报警。他抬头对程沁说道，程小姐，麻烦你打电话报警。程沁被苏腾的身手惊到，又觉得他的动作帅呆了。听到苏腾的话，他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。那在警察到来之前，苏腾都控制着那个抢劫犯，让对方动弹不得。程沁满心的疑问，不过他没有立即追问，而是先去扶起了那个扭伤脚的女人，并将那个包交还给对方，关心地问道，你没事吧？看看包里的东西可有少了，我扭到了脚。他有点痛苦地答道，然后赶紧打开包里来看，看过后对程沁说道，还好，我包里的东西没有少，吓死我了。妹子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我的包就被抢走了。他是一家加工厂的经理，也负责财务的事情，今天要给工人发工资了。由于厂子是加工厂，不算很规范，发工资还是发现金的。他去银行取了10来万的现金出来，打算带回厂里给工人发工资的。谁知道会被人盯上了，趁他上车之前就抢走他的包。他拼命追赶叫喊，但是抢劫犯跑得太快，前面又没有人反应够快帮他拦截抢劫犯的，他自己奋力追赶啊，根本追不上。幸好遇到了程沁和苏腾，否则拿不回来包，这工人们的工资就没有了。以往他都是用一个普通的包装着钱，不会引人注目，一直也很安全。这一次会被抢，他怀疑是在银行里就被人盯上了。我们也是刚好路过，听到了你的叫喊声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谢谢，太感谢你们了。那个女人连连向程沁和苏腾道谢。警方很快赶到，那个抢劫犯被铐上了车。那围观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后，都朝程沁和苏腾竖起大拇指，直夸他们见义勇为。那两个人却在警方来了后，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。那走远后，
程庆偏头看着身边的男人，笑道：“苏先生，你是深藏不露呀，身手那么好，你还说要进我程家武馆学功夫呢，还说要拜我爸为师，我看你的身手，我爸都当不了你的师傅。”苏腾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我那是想法子报答你，是我其实会功夫，也和程小姐一样，打小就学武的，我们家有钱，我爸妈说了，就算能请很多的保镖，万一保镖被人收买了，非但保护不了我，反而会在背后捅我一刀，最好还是自己会拳脚功夫，能够自保。所以我爸妈在我几岁大的时候，就送我去学功夫了。我的资质也不错，学了10几年，功夫就很厉害了。不过我的功夫再厉害，被多人围攻的时候，也是没有胜算的。那个晚上遇到了飞车党，要不是程小姐路过救了我，我那个晚上也会遭到不测。不管怎么说，程小姐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是程小姐品德高尚，不需要我的报答，我又不想欠着恩情，总想着报答程小姐，才想着去你们程家武馆拜师学艺，多交点学费，当作是报答程小姐。程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程庆看着他，被他这样看着，苏腾颇有点紧张，害怕他会生气自己的隐瞒及欺骗，而且他的解释依旧是在骗他。就是他新的谎言让他知道他其实会功夫，而且身手相当的不错。苏先生在酒店里跟我说的骗人一事，是不是你拿你朋友的事来试探我对欺骗一事的态度？程庆性格直率又不傻，苏腾说的时候，他倒是没有往他身上想，现在呢，却忍不住往他身上想去。他肯定是听了他对欺骗的看法，才会坦诚他会功夫一事吧。也是恰好遇到了有人抢劫，他有危险，他出手救他，才会暴露他会拳脚功夫。苏腾俊脸泛红，是那样，程小姐不喜欢欺骗，我当时就想着告诉你的了，又开不了口。刚才情急之下出手了，也就有了个突破口，将这件事说出来。程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你是不应该的。程庆问他还有吗？就是你告诉我的，还有骗我的行为吗？你这是想报答我，想到的笨方法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朋友，如果以后你还会骗我，我可不敢和你做朋友了。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也不长，你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，由着我去了解你是很正常的事。就算不得欺骗，只要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，就没有再骗我的就行。程庆也不是鸡蛋挑石头，他和苏腾认识的时间充其量才半个月的时间，他很多事情，甚至他的脾性，苏腾都还不了解，这不是他骗他，是他们还不熟，不了解对方而已。那同样的，苏腾他也还不了解，以后了解了，发现苏腾很多面，那是了解后的结果，并非欺骗。他只要求在认识苏腾后的这10来天里，苏腾跟他说的话，对他做的事，没有带着欺骗性就行了。那没有了，我说我是苏氏的总裁，也是事实，我真是苏氏的总裁。我家里很有钱，这也是事实，就是我家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，还有一些兼职的副业。我还没有告诉你，这算不算欺骗？程庆展颜笑了，我又不查你家谱，你家里的生意你有所保留，那很正常，这不是欺骗。但是我家里兼职的副业带点危险性质的，程小姐把我当成朋友了，我们俩走得近，说不定会连累你。我们家的那个副业容易得罪人的，程庆走私、洗黑钱还是贩毒？苏腾一脸黑线，程小姐，我们不做犯法的事，反而呢，我们经常会协助警法抓犯罪分子呢。苏先生家里的副业是从事哪方面的生意？见苏腾否认了，程庆松了口气。要是苏腾家里做的生意是犯法的，他不仅不会和苏腾交朋友，还要去举报。
就是帮人打探消息的，因为我们家人多，打探消息的本事一流，经常会帮别人打探消息，就会得罪人。程沁美眸忽闪忽闪的，笑道：私家侦探是吧？差不多吧，是这个性质。赚钱不？苏腾还行，挺赚钱的。他竟然问的是赚钱不？苏腾想想又觉得好笑，对程沁越发的喜爱。好吧，他对他是一见钟情，再见情深的那种，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他像个正常男人的。每次看到他，他都要很努力的克制，控制着自己，才没有做出色狼的行为来。天知道他有多想搂抱一下他，亲吻他。他30好几的大龄剩男了，因为寡情病，让他至今都没有尝过与女人拥抱亲吻的滋味。就其他女人再漂亮，身材再好，他看着都没有一点反应，没有半点的渴望。程沁就让他生出了这样的渴望。你家族人很多，对了，昨天在战少的婚宴上看到的苏总特助就是战少的得力干将，是不是你们家族里的人？苏腾现在是不敢再瞒下去的，老实的点了点头，是我的堂弟，他没有在我们家族公司里上班，被战少拐进了战氏集团，为了战氏集团做牛做马，不过他喜欢就好。我是同辈中的老大，家族生意的重担落在我的身上，那是我的责任，那些堂弟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是他们的自由。程小姐，平时别人看到我会叫我苏少主的。程沁并不知晓苏家在管城的厉害，苏家一向是低调的豪门，也就是在江湖上以及上流社会这2个圈子里，让人不敢得罪，闻之变色而已。在普通人的认知里，管城最牛逼的就是战印等人了。程沁远在云城，知道的就更少了。他也是来管城之前听说了战印和海童的江湖传说，特别关注着这对恩爱的夫妻。其他人呢，他还真的不去关注，也不了解。听到苏腾这样说，他笑道：称呼那是别人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了。苏腾见他压根儿不知道他苏少主这个称呼代表的是什么，也没有进一步解释，反正该说的都说了。是他不了解他苏家而已。那等他了解了，也不能说他骗了他吧，毕竟他解释过他们苏家的副业是做什么的。苏总是你堂弟，怎么你们俩在战少的婚宴上啊，鲜少交流的？堂兄弟又不是亲兄弟，就算是亲兄弟也有合不来的呢，更不要说堂兄弟了。苏南跟我也不是说合不来，就是能聊的话题不多吧，况且他还要照顾他的运气啊。程沁觉得也有道理，像他和他的堂兄弟们也有聊不来，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想打的都有，便没有再问下去。苏腾见他不再问，松口气吧。哇，平安度过。